嗨，大家好，我是 Kevin。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在 Figma 当中去制作一些特殊效果的標題字，就是這在 AI 當中是很簡單，或者是說很多類似教學的。那其實 Figma 也有很多複刻的方法，那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我們怎麼用很簡單的方式來制作出這兩個字體。好，那我們就進入我們的教學。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要制作的第一個字體，它有一個特色，就是它是白色字，然後它有個描邊，然後再來就是它有比較厚的這個陰影。所以今天的重點其實是在這個陰影的制作，然後我會分享說，怎麼去設定描邊跟這個陰影。首先我們要輸入字體，那我這邊有輸入好一個字體的。那我們這個字體呢，我們要給它去制作描邊。描邊的部分呢，我們在字體這邊呢，它下面這是 fill 是填色嘛，這邊 stroke 這個是線條，然後或者是說外框。那你點擊加號之後，它就會新增。那我們能做的事情有幾件，第一個就是調整顏色，你可以設定你要的描邊的顏色，然後透明度，然後再來就是描邊，它其實也可以設定不止一層，對，疊加。但通常來講，這個就比較不會去用到，這個之後可能再分享一些特別的應用方式。然後這邊呢，這個數字呢就是我們的粗細，那你可以在這邊拖拉到這邊去調整，或者是直接輸入數字去調整。然後這邊還有幾個呢，一個叫做 Center， 然後一個叫做 Inside， 一個叫做 Outside。那我們這邊會選擇 outside 的意思就是它的邊線，大家可以看到它不會去動到，就是原本白色的範圍，它是直接在白色之外新增黑色。那 inside 呢 ？inside 是以白色當做最邊界，然後往內縮，所以比如說我這邊設到10，那它因為太滿，它線條根本沒地方，所以它就會往內擠，然後就會把它填滿。那這個呢是一半一半，就是它是依照就是文字會有一個邊緣的線嘛，比如說我今天設定6的意思呢就是3 pixel 的線條在裡面，3 pixel 的線條在外面。所以通常來講，我會用 outside， 我不會希望原本的文字被影響到，尤其是中文字，因為中文字它的筆畫更複雜。如果我們可能有些筆畫的地方特別細，所以如果你用了其他2種的話，很容易就會讓筆畫中間的空間不夠，看起來就會很奇怪。所以我這邊文字的部分，我們就選擇用 outside。那設定好之後呢，接下來我們要做就是這個陰影的部分。那在 Figma 當中呢，它在前期的制作上會比伊拉還要來的麻煩一點。就如果就是用它現有功能來制作會麻煩一點，但是我後面會分享幾個就是它更便利的幾個地方。首先呢，這邊有看到effects 就是效果的意思。那效果點下去之後呢，它第一個效果就是陰影，它這邊會有好幾個不同的效果，模糊啊，或者圖層模糊、背景模糊，或者是說內陰影跟就是一般的陰影。那我們選擇這個預設這個陰影。那
我們陰影要是實心的，所以我們第一就是不能用模糊，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透明度要是100，然後我希望是X 軸呢也要有，就是它除了下面有之外，它的右邊需要有陰影，所以我現在試試，然後。這樣子，我的第一個陰影就完成。但是大家會發現，跟這個比起來，會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它跟它的間隔是4，所以在一些這種間距的地方，就會看到很明顯的一些空白，因為它不是連續的。A 的話可能就還好，但像這種地方就會特別轉角的地方就會特別明顯，所以我們要怎麼解決呢？其實就是土法煉鋼，再新增一個，然後我們去設定，比如說3，好，那我接着這邊呢就加速來做。那我這邊做完了，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哇，這樣子每次都要這樣做，好像很麻煩，然後就是很複雜。那其實呢，剛做的其實就是調整不同的位移，讓它盡量看起來可以填得更密一點，那遠遠看的效果就會還不錯。那當然就是這部分的話，其實你可以再就是多輸入一點，然後讓它變得更細。那後續呢，我就要講 Figma 一個好的地方，就是我們那麼辛苦把這個效果做出來，我當然不希望只用一次嘛，所以它有一個很方便的使用方式，就是我們可以打開這4個圓圈，這個它是一個你可以想象，就是說我可以把它設定成一個可以選擇的效果，就是我未來我設定好之後，我未來選擇一個新的字，然後點擊下去它就完成。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給它一個長陰影效果，好，我們就是這個東西叫長陰影效果。所以呢，我們這邊有一個新的字。它都沒有效果，那我這邊就可以選擇這個。我們選擇我們剛剛製作好的長陰影效果，點擊一下，它的這個陰影呢，就是瞬間製作好了。那我們再加上外框，是不是很快速？就是甚至是比以拉還快。那如果你有類似的不同的效果，你可以就是花一點時間把它前期建置好，然後就可以使用。那這個效果呢，它只要在這個文件裡面，你開多少個 page 什麼的，它都可以去使用。那如果我們今天假設新增一個檔案，好，我們會先看到我一樣。想要增加效果，但是會發現我們這邊沒有那個效果，因為它是跨檔案的。那如果是跨檔案怎麼做呢？其實也有一個比較方便的方式，就是我這邊講的都是免費的方式，因為它其實有一些 library 的功能，但是那個是團隊功能，你賬號要付費。那我們這邊免費的方式很簡單，我直接複製過去，我在這邊。建一個長陰影效果，好，然後點，是不是就完成？就是，所以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我們其實是可以把一個 Figma 文件呢，類似把它變成像一個
特效庫、資料庫，你可能很多特效文字，你都可以存在那邊。你未來在其他的檔案要用到的時候，其實你可以去那邊找，然後貼過來，然後快速用這個方式，你就可以省下很多你原本就已經製作好的字體的時間。好，然後再來分享一個小的應用，就是如果今天啊，有些人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尖角的這種效果，我們可以在邊框這邊找到這個。那這邊呢，它是針對線條可以做幾個調整。這邊可以看到有一個這個，它就是這種圓角效果。那而且我今天用圓角之後呢，這邊看起來就會更平，效果就會更好。然後這邊還有幾個，就是這是實線，這是虛線，給大家看一下。好，這是我們的第一個文字效果。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第二個文字效果，就是這種有這種很像是反光效果的文字。那我們怎麼做呢？首先就是也是一樣建立文字，然後修改顏色。那這個東西怎麼做出來的？這東西它其實很簡單，它其實就是一個漸層的矩形，所以我們會需要拉一條矩形比文字長一點，然後接着我們要去把它做漸層。那我們要的漸層是中間是實心，上下是透明的，所以我們需要調整角度。那這邊可以調整角度，可以按這個旋轉，它就會變成這樣子上下。那我們接着就是要調整顏色跟設定數值。首先我們這個是有分3格的，所以我們中間還要點擊一下新增一個。停頓點是在最中間50。好，接着呢，我們要把它全部調成白色。後上下呢，我們要是0，那我們這個矩形就完成了。然後它接下來呢，就是會放到字上面，我們做一點角度的旋轉。但目前有幾個問題，就是第一就是它會超出文字，然後再就是顏色看起來就是很搶眼，所以我要調整透明度。我們調整一下透明度。那接着呢，我們再把文字複製一層。那複製一層是要做剪裁遮色片，在 Figma 當中，剪裁遮色片呢是你要被剪裁的東西，你要放在上面，然後你要剪裁的那個形狀你要放在下面，所以文字要放在這個矩形的下面。那2個一起選擇之後，我們右鍵 Use as Mask 就是製作遮罩。那我們就完成了這個文字效果。然後要注意，就是因為它是另外的，就我們剛剛是複製出來做遮罩，所以通常來講，我會選取起來，再把它群組，這樣就可以再去應用。好，那接下來呢，我還要再分享一個小的插件工具，就是一個很方便的插件工具，是專門做。應該說它有很多現成的效果，可以快速製作出像這樣子的特殊字體。所以，我們一樣拉文字出來，我們把效果刪除。接着我們打開這邊這個，然後選擇插件這邊，然後我們搜尋 CANNED STYLE 這個工具。點開來之後啊，可以看到就是它有很多就是預設的一些就是圖案的東西，像這邊它是有分類的，還有一些按鈕圖案、文字圖案，然後這類圖案。
那霓虹效果也有。那我們今天用的是文字，所以我們直接在這邊選文本。那文本這邊呢，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其實有很多效果字啊，比如說像這個，我點擊一下，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第一彈它還會改字體，字體當然你還可以再去調整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製作出我們要的那種就是陰影效果，然後外框線，然後或者是說我覺得這個不錯。就點擊一下，就瞬間製作出來這種彩虹文字，然後還有這種這樣子，然後都是可以透過快速選擇，然後就去製作完成。那還有一個很實用的方法，就是你喜歡它的一些效果方式，加陰影的方式或什麼，你也可以把它另外存成效果。像這個，你可以另外把它存成效果，彩虹色，或是你可以仔細去學習看它是怎麼做的。比如說它間隔3往下。然後去製作，換不同的顏色，然後都是實色，其實都很容易。但是我們就是要手動去做的時候就很麻煩。然後這邊再分享一些，就是都已經介紹這個工具了，它還有很多這種，比如說框線啊、樣式的，比如說按一下，就按鈕就完成。這很適合做什麼？比如說你做一些圖，你要有一些 CTA 的按鈕引導，用這個就很適合。它的種類很多，然後霓虹，好，我們來測一個，那字也可以選這個變成是霓虹的字，這個就非常方便。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再跟大家回顧一下，我們分享了2個，就是很基礎的特殊的字是怎麼製作的。那我們學習了怎麼設定描邊與陰影，第一個字體上。那第二個字體呢，我們製作了就是這種反光效果的文字。那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習了漸層跟遮罩的設定。那大家呢可以實際去練習看一看，然後可以去變換不同的應用方式，因為調整不同的顏色，增加不同的厚度，做不同細節的調整，它都會有不同的效果。那再來就是這個很實用的插件，你可以去把它搜尋，然後打開來看看，用來製作一些標題字啊，然後外框按鈕都非常方便。好，那我們這次分享就到這邊。那如果呢你對於 Figma 有興趣，歡迎追蹤訂閱我的頻道。然後再來是我為了呢，希望之後推出更多 Figma 的內容，可以更符合大家的預期跟要求。我有一份問卷會放在資訊欄那邊，然後會持續的跟大家去徵集各式各樣的問題，希望可以了解大家對 Figma 的熟悉程度，或者是說為什麼會想要用，然後或者是說你為什麼想學設計。然後希望可以未來提供大家可能更有幫助的 Figma 課程內容。另外，如果大家願意幫我填寫這份問卷，我會在問卷的最後送給大家我整理的一個Figma 的一些資源的文件，裡面有一些 markup 啊、插畫資源啊，然後以及一些第三方使用的網站，然後都會放在上面，然後推薦給大家。好，那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次見啦，拜拜。